你此去，必是凶多吉少。我这么做，是为了刘宇，也是为了玉儿。神君！啊，他飞进去了！这凤凰怎么跟沈灵那般相像？千年岁月，我倒是差点忘了魑魅王的模样。徐庭元，守住了。我们俩可真狼狈。虽然你是上古的神，但我觉得你还是差了点儿。不过，也已经很好了。你的眼睛跟刘宇的一样。
如何？县君呐，您是没见过我们王爷是怎么练兵的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回头您得跟着一起练。本仙君也得练。身先士卒嘛，没听过？哼，看来你们仙界过得还是太舒服了。哎，不是，这还不行。多谢灵尊前来将领，助我仙界整顿军纪。天君客气，灵界才要多谢仙界送来的灵石，灵界才恢复得这么快。还是要感谢天君雪中送炭。哎，三界本是同源，不分你我。灵尊平时可有什么爱好？围棋练兵。是。碧苍王近来可好啊？他也算是渐渐走出来了。那就好啊。哎，你刚才说的那个怎么玩？这个，哎呦，这个可好玩了，你就每天这么揉它，越揉越亮，越揉越亮。这样，灵尊，这个送给你。这有什么意思？怎么就这样摸是吗？就摸它，越摸越光滑。这哪有带兵打仗有意思？哎，这比打仗有意思，就摸着它，俗称叫盘。我有的是啊，我有一这么大，有这么大的？我都趴着盘呢。趴着盘它？趴着盘。那你也太无聊了。我天天带兵打仗，我都没时间盘它。带兵打仗都没劲啊？有劲，对不对？没劲。兰的姐妹们写的，我和幽兰亲自指导的。这上面呢，详细了记录了你们的故事经过。这以后啊，就是你和神君的事迹综合录，一经面世，洛阳纸贵。我好不容易才藏了一册，给你了。你呀，哪天要是想神君了，就翻出来看看，免得给忘了。不会忘的，都记得。这都多少年过去了，仙灵两界都重修于好了，你还没走出来啊？我为什么要走出去啊？仙君近来很闲，还有空管我的闲事。你皇爷爷放了军权给你，让你去平定北海之乱，你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哎，行了行了，
我不想听你数落。沈丽，沈丽，你说，要是回到最开始，你没有逃婚，老老实实的跟我成亲了，你现在会不会就不用那么难受了？肯定不会。第一，我现在不难受；第二，你这个悠闲日子真的是过得太久了。这种不要命的假设你也敢提？知道了，跟你做兄弟比做夫妻轻松。是我留下了，你慢慢看吧。走了。因为醋意指婚芙蓉君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这日子过得真快，又快1年了。世事更迭，时光如梭。呀，后方有你！又偷懒呢？哎，你是不是又胖了？你才胖呢！先进每一个好东西，每一个好东西。走了，好好照顾你家主子。我知道，不用你说，讨厌鬼。你走之后，3界依旧，你的痕迹一直都在，但又似乎越来越少。会不会有哪一天，我也终将把你遗忘？哎，芙蓉君写了本书送给我们，我念给你听吧。王爷，有妖怪在主街上，是个雪妖。
阿离，我回来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星指神君横空而出，抵挡瘴气，横扫魑魅。后来呢？然后遇见毕昌王。这颜色适合你。这个啊，那我就买这个吧。好嘞，很好，慢走啊。哎，真是调皮。谢谢啊。你的东西。陈家，哎，走吗？走，马上啊！这便是世间缘分，缘分来时无缘有，缘分断时难强求。莫牵绊，莫牵绊，从今往后无瓜葛。抱着。仙界的人又来找过了吗？嗯，还是让你回去主持大局。我已经跟他们说了，我说你如今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仙人，可他们偏就不听。下次再来，我去应付。没有下次了，我已经将我的枪寄出去了，回头我再跟芙蓉君打声招呼，定没人再敢来这行人小院。好，阿离。嗯。你从来没有问过我是如何回来的，难道你不好奇吗？好奇啊，可我不敢问。为何呢？要是我问了，发现这是梦一场，我该怎么办？从那之后，
仙界西院当中，上古神的灵位还有金光吗？我去打扫过，没有了。难道是我的那些老朋友们，用他们最后的力量，从天道手中留下了我。经历了生死，我才知道，天道创神为何会让上古神以人的形态存在？为何？因为天道就是为了让上古神犯错，令神性消解，使人性发生。神明的消失，变成了天意。我肯定不如从前那般厉害了。你不嫌弃吗？我不嫌弃啊。我当初爱上的不过就是一个病弱的凡人，只不过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原点。阿离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俩这样有点不太协调啊？没有啊，我们阴阳相合，很协调啊。不是吧？你看你啊，你哪有半分阴柔的模样？我的意思是，你阴我阳，阴阳相合，协调得很呢。如此阴阳，倒也不错。定是灵界又有事务找你。是皮苍王和行止神君的家吗？我是极北雪山金娘子的侍女。金娘子？不是说她喜欢上一个凡间的修仙者吗？为情所困了许多年，现在倒是有功夫差人来找我们了。王爷好，我是来替我们家娘子送请帖的。请帖？他要兴办寿辰啊？那得是多少万年的大寿了吧？成亲？是的。是传闻中那个修仙者吗？下个月，这么突然？我们家娘子还特别吩咐了，让我转告王爷和神君，说一定要替他带天外天的星辰过去，已经欠他很久了。王爷神君告辞。好，多谢。
天外天已塌，上哪儿去找个星辰给他？随便找块石头给他不就完了吗？这不大好吧？好歹也是他成亲，几万年才有一次。沈离啊，我问你啊，这天外天的星辰捧在手里面是什么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这不就完了吗？这随便找个石头给他，告诉他那是天外天的星辰，左右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对比的。你给他了，他就一定能高兴。问题不是他高不高兴，而是你不觉得这样做昧良心吗？有吗？没有吗？算了，当我没说。你现在的身体还受得了大雪山的寒冷吗？虽然神力少了很多，但再怎么说，这也是神明的身子骨。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体无碍。那也没有以前驾云快了，咱们得赶紧启程了。好久没有见到金娘子，怪想她的。但是，成亲，你会不会觉得，你印象里的金娘子，没有办法与这2个字关联到一起？她应该是一个永远都洒脱于尘世之外的女子，怎么能与这么尘俗的事情连在一起呢？换一个角度想呢？抛开自己原有的生活，接受另外一个人来到自己的生命当中，甚至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这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啊！你不是说你身体好吗？身体好，穿这么多干嘛？玩啊！真是的，我冷你就不知道主动献殷勤吗？哎呀，不去不去！这样不好走路。不好走也得这样。好冷啊，阿离。有这么冷吗？冷。娘子，妹妹，总算可把你盼来了。这多年不见，妹妹一来可就羡煞奴家啦。哎呀，我一下子就好冷啊！好，怪奴家，我这不是心急吗？你体内的气息怎么如此薄弱？许是最近忙了些，不碍事的。神君倒是看起来不如以往了。这外面风大雪大的，别在外面待着了，我带你进去。快点吧！这么久妹妹也不来看看我，可想死你了。我们这不是来了吗？那你多住几日啊？金娘子，您看我这宝贝怎么样？哎呀，不换了不换了！你们可不能这么看奴家，奴家可是要成亲的人了，相公会吃醋的。哎，不是，金娘子，你当真要嫁人？这3日我日日都来做买卖，可未曾见过你那相公在哪儿呢？是啊，他莫不是根本就不在意你这夫人吧？自是被奴家藏起来了，哪能让你这种货色瞧见？今日有贵客，不做买卖了，散了吧。
都怨你！说什么呀你？你强抢男人了？白来了！不过是威逼利诱了一下，他与他门派中的人受了伤，我答应他救人，顺便让他与我成亲。我这也算不上抢吧，而且我觉得他应当是喜欢奴家的。来的路上听说，那人被金娘子追了10余年，也未曾有半点松口，想来是个极为固执，也极有骄傲和尊严的人。如今这般被胁迫，金娘子这个觉得到底有几分正确呢？就该如此。那人定是喜欢你的，不然再如何也不会答应娶你。不管别的了，依我看啊，不如生米煮成熟饭，省得蹉跎。神君这话说的在理，这千年血狐的狐球你拿去，可比你脑子顶用多了。那我不客气了。拿走，房间都给你准备好了，走，给你道个前因后果。娘子，怎么了？陆先生又渴了，你在房间等我。哎，你怎么知道那个男人喜欢金娘子？我不知道，他喜欢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让他去纠缠那个男的，总好过让他来烦着你。你可是我的。来，披上。自私。啊！无耻！子纯，快起来！你身体不适？相公，这可是在心疼奴家了，奴家真是好生开心。需要自作多情。此前你同我说，把我门派中的人都治好了，所以赶他们下山。现如今，他们可也会如我这般。子纯，我独来独往惯了，从来不屑于跟别人解释什么，更不会骗人。但面对你，我好像总是破例。你门派中那些人的伤，对凡人来说也许有些棘手，但对我来说却并不算难治。我说治好了，便断不会骗你。言尽于此。相公若是不信，奴家也没法了。老待在屋里对你身体也不好，今日外面晴好，你歇息一会儿，便出来走走吧。
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今天有客人来了，还是娘子亲自去接的呢。能让咱们娘子这么重视啊，这可难得。哎，我有幸远远的看了一眼，那男子可风流倜傥了，比咱们院这位还要强上100倍呢，那身气质。哎，听说还跟咱们娘子交情匪浅呢。真的吗？今日这位好似又让娘子不开心了。你说这3天2头的，娘子再好的耐性也给磨没了吧？如今又来这位。你说这次婚礼到底能不能办？哎呀，娘子的心思，那岂是你我能猜的？就是当年收拾了那股邪气以后，我一时心软就把他给救了，就是那一救，让奴家动了这该死的凡心。把那毛肚下了。哦，原来是你救了他，那按道理说，他应该喜欢你才是，怎么反过来了？对啊，对吧？就该是他先动心才是啊！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这人他就是个榆木疙瘩。你这是心生偏执，也不一定是喜欢他吧？是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最开始确实是只想逗逗他，但是他越不从，我就越是不想放弃。唉，这么一过去，这也20年了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知道我对他是执念还是喜欢了。但是旁的不说，20年了，他就是块石头也该被我捂热了吧？他这凡人，他就是块千年寒冰，我就是有3昧真火也容不了他。这还是让我逮着他软肋了，他仙门出事儿了，这我才威逼利诱让他娶我的。妹妹，陆家心里好苦啊！哎，毛肚好了，再不吃老了。哎，他可有喜欢的人？或者是有什么不能和你在一起的苦衷？他有没有跟你说明过啊？从来都没有说过吗？你道人人都像神君先前那般身负重任，不得动情吗？他说的没错。哎呀，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样善于忍耐的。近些年来，你是越发的不知廉耻了。过奖了。木子纯啊，就是被那些凡人修仙者的说法给僵化了脑袋。他非跟我说什么人与妖不相同，他就是不肯相信我只是对他这个人有想法。我逼他成亲的时候，他都还一本正经的跟我说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糊了，不会吧？来，不是，他还问我到底想干什么？没看见奴家那一大殿的稀世珍宝吗？他一个凡人，也好意思来问我要什么？但是我当时啊，我都没生气，我就直接跟他说：“奴家想要你呀。”多甜蜜的一句话呀，是吧？他呢，他还是那么一脸严肃的跟我说：“没个正经，胡言乱语。”你听听他这个话说的，说完他转身就走了。我当时别提我有多伤心了。那你为何不将他那种木讷无趣的举动
理解为一种羞涩的表现呢？我跟仙人打交道还算比较多，就像他这种从凡人修仙而成的仙人，多半呢都是那种木讷无趣、内心极度压抑的。他或许会觉得你是在调戏他，他又没有办法调戏回来，所以才会落荒而逃。那依你之见，这个人是什么心态啊？既非有心爱之人，亦非真心厌恶你。他放不下的，只是一种固执罢了。如此，我们不妨试一试。怎么试？你在他身边20多年，他都无动于衷，这说明他习惯于接受。那我们就把赋予他的全部都拿回来，让他一无所有。你先想想吧，这些年来你都给了他什么？我们一件一件的讨回来。他其实并不是在帮金娘子吧？他这分明就是觉得好玩啊！这一肚子坏水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又胡了，你出口钱吧。你是不是藏牌你？来，我看看。你怎么都没输过呀？又来。我好像什么都没给过他，又好像把我自己所有的都给他了。那就把你自己收回来。这段日子，你就先爱上别人吧。谁？只好是我喽。不行，我来。看什么？你可是我的。娘子，这些日子，别来爱我吧。呀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我今天还没去看子纯呢。你每晚都去看他吗？他有伤在身吗？能死不？这倒不会。不能死就不要去了。你别忘了，刚才我们怎么说的？从今天开始，全部拿回来，叫他一无所有。这样不去，便是成功打响第一战。来。好。这教训别人相公的一场戏，倒是把自己的夫人给搭进去了，真不划算啊！你分明是在逗人家玩，我怎么可能只是看着？不然我多不开心。哎呦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我们正直的碧苍王变坏了。自从遇上你，我就开始变坏了。这方法可管用？自是管用。失去的滋味，我体会的比任何人都深刻，不是吗？昨晚难得过了个安生日子。自打被他带到此处开始，他就没有不缠着的时候。突然得了一日闲，竟恍觉周身安静的不习惯，连带着心底也空荡荡的。昨日他亲自去接的客人，是他的老友吗？和他有什么渊源？到底是怎样的人？哎，娘子，这满院子的红梅可真喜人呐！我上次来的时候怎么没见到如此美景啊？太遗憾了。阿离若是喜欢，便长久待在奴家这里，可好？好。子纯，
这是？这便是我即将成亲的相公穆子纯。子纯，这是阿离。这人与金娘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金娘子啊，金娘子，可是怨恨我当年狠心离你而去吗？这一别多年，再见面，你却要与别人成亲了。有没有感觉到他在痛，在颤抖？阿离，你说什么呢？这还当着子纯的面呢。若先前我还有几分不确定，那现在见此眼神，我便安下心来，专注于演这一出戏了。要是你们真心相爱，也就罢了。但我听别人说，此人的心根本不在你身上，你又何苦强求呢？他强求与否，与君何干？阁下这句话，逾越了。是吗？如此说来，这下人们之间的传闻不可信喽？实则你是在意金娘子的，是吗？与你无关。自然有关。我爱的女人，我容不得她受半点伤害。你若不是真心实意的爱她，那便恕沈离得罪了。我就算是抢，也要把她从你身边抢走。阁下早些年干什么去了？想怎样，随你去。反正我现在也不过是一个阶下囚。你不要走啊！哎，阿离，算了吧，这让我太难堪了。是吗？我倒觉得挺有成效的。娘子，不如我们打个赌吧。赌什么？你们成亲之前必定让这穆子纯缴械投降，你信吗？我等了20年，也没能让他投降。但如果真的要赌的话，我希望这个赌局我能输得一败涂地。这赌局定然如你所愿，只不过，若是你输了，你要送些什么宝贝给我们家沈离啊？你为何在此处幻化成了梅花？要不然我怎么看热闹呢？神君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半分亏也不吃。奴家这一琢磨，什么奇珍异宝你们没见过，定是都不稀罕的。但现在恰巧奴家这里有一物，是一上古玉佩，佩戴在身可助受伤的神明调气养生。这个物件放在以前，神君肯定是不稀罕的，但若是对现在的神君来说，那可是个大宝贝。若是得了此物，日日佩戴在身，他日再恢复往日神力，也并非不可。真的吗？你为何不早说？妹妹奴家自是不防，防的可不就是今日神君吗？有如此宝贝，我自当尽力。为了早日见分晓，不如明日我便横插一脚。
当真是让你看了戏，又让你占了便宜。金娘子，她亏得可不轻啊。我倒是觉得金娘子很乐意让咱们占这个便宜，毕竟最后受益的可是她嘛。今日这般，你阴，我阳，这感觉就很像我们往日里相处时的感觉啊。阿离，可还适应？适应。阿离，可还喜欢？喜欢。你就是这般对金娘子好的？阿离，这人是谁啊？他怎么这么凶啊？别言太过了，我怕我接不住。我相信你。如此花心之人，竟敢妄言不让他受半点委屈，你可知你今日的作为就是给他最大的委屈？那就再委屈一下了。你是骗他的？是啊，我是骗他。那又如何？与你何干？我花心又如何？我骗他又如何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，我只是想得到他的万贯家产，我只是想把他骗到手，待我得到他所有的金银财宝之后，我再羞辱他。对，然后用他的万贯家财来养我。没错，用他的万贯家财来养你。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不喜欢金娘子吗？正好，到时我娶了金娘子之后，再放你走，不正符合你的心意吗？你生什么气呀？混账东西！住手！哎呀，好可怕呀！莫怕。这样的人，需要再惦记。那我该惦记谁啊？你吗？对我有所图也好，这样至少能给我个机会，总比那些什么也不图，却什么也不给我的人来的强。你可知你在做什么？做什么？选择一个不可能的人吗？这不是奴家对你做过的事吗？怎么？这件事只允许奴家对你做，不允许奴家对别人做吗？先前你那般不愿，如今过去这么久了，你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，便走吧。
陆家缠了你这么多年，早就累了。现如今，我也算是找到了一个别的出路。我放你走，你早些回去收拾收拾东西，回你的仙门吧。不用再被我这个妖女纠缠。哎呀，看来娘子还是对我情根深重啊。你们看，我话都说到那个份上了，他还是没什么反应。看来，神君，你的东西是赢不走了。这个赌局我赢了。这可说不定。回头你让侍者把他的东西都收拾好，送下山，然后跟他说，你已有归宿，这个地方留不住他。你看他答不答应？这可不行，金娘子好不容易把穆子纯绑在她身边，说走是可以说，但是不能这么做，不然金娘子岂不是功亏一篑了？你怎么看？我能怎么看啊？我刚才那话都说到那个份上了。他要走便让他走吧，我是真的累了。本来我想着把他抢回来，就这么过也挺好的。但是现在你们一试，反倒试得我心里不确定了。你说以后，如果成千上万年，我一直跟这么一个不在乎我的人一起过，那我还不如像以前一样，自己一个人潇洒的过好了。我现在就要侍者收拾他的东西，让他赶紧下山。